迎回到新闻大白话，这一节带大家来讨论现在的欧洲局势变成怎么样了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呢，5月5号习近平即将去访问欧洲了，那么很快这个时间就要到了。但是现在习近平访欧之前，马克宏是不是要学美国来下起一个下马威了呢？因为习近平访法前夕谈到了欧中经济的关系，马克宏说，欧洲必须要捍卫所谓的战略的利益。他在《经济学人》的采访中里面讲到了，欧洲必须要捍卫其在与中国经济关系中的战略利益。马克宏他自己的愿景是说，一个完全改观的欧洲经济体系，更少的监管，更多的投资，而且有更好的贸易保护，以重新平衡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么习近平即将到访，马克宏隔空先批评中国大陆并没有尊重所谓的国际贸易原则。他说，过去30年各方极力把中国带进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但是中国并没有尊重所谓的国际贸易规则。学者就说了，法国是不能够屈服于这第3条道路的诱惑。他们呢就讲到了，习近平访法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与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之际，但面对中国对抗西方的态势，法国绝对不能屈服于这所谓的第3条道路的诱惑。欧盟的高官呢，他们也暗示了，可能会在暑假前向中国的电动车来征收关税。那么据美国智库的指出呢，他们说预计欧盟会向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15%到30%的关税，才能阻止因为享有巨额国家补贴、价格低廉的中国电动车来流入欧盟。而我们带你看到是，但是现在实际上是不是欧洲是离不开中国的呢？因为习近平访法前夕，马克宏跟肖兹来共商大计，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一致面对中国？马克宏邀请肖兹共同与即将到法国的习近平会面。5月2号的时候，他们甚至一起来共进晚餐。要商讨怎么样组一个共同阵线来面对中国，包括欧洲人应该对于北京当局要持什么样的态度。而只不过现在你看呢，匈牙利的经济部长直接讲了，他说近年来匈中双边贸易显著的成长，两国在金融的领域合作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匈牙利是第一个跟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所以其实是具有全球的意义了。但现在包括了戴高乐之孙也分享祖父对中国发展的远见，他说中国必然会成为下一个强国，他是怎么说的呢？一起来听听看。Mon grand-père a très tôt reconnu les réalités de la Chine en tant que grande puissance économique, diplomatique et déjà militaire dès 1964. Il parlait de la Chine comme un vrai pays, de vraies nations avec de vrais hommes, des hommes fiers. Donc c'était pour lui une évidence, une réalité importante de considérer, et c'était le premier chef d'État occidental à l'avoir reconnu, la Chine comme une future très grande puissance à l'époque, et en tant qu'arbitre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连戴高乐他的孙子都直接讲，祖父在1964年就认为中国将会成为未来的强国，而且呢会站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主导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连戴高乐之孙都这么说了，马克宏还对习近平下马威，您觉得有用吗？那么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马克宏想要扮演的角色，会不会是中美的平衡之间的重要角色？因为法国面对中美两国的平衡战略梦想，恐怕是难有空间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就讲到了，其实马克宏他应该是想要扮演一个平衡力量，那么希望在欧洲议会选举还有美国总统选举都可能改变整体的格局的情况之下，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优先对话人。习近平访法之后还会访问这塞尔维亚，匈牙利是西方投射的一颗石子，中国想借此显示他自己在欧洲也有自己的朋友，以此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与2战后形成西方国际秩序抗衡的架构。那些曾经梦想着可以分裂中俄两国的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现在要带您看到这样的消息，北京的普习会敲定了吗？消息指出，普京将在5月15号成行，聚焦2大议题。彭博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呢，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在5月15、16来访问北京。传出普京为了这次的议题，可能会以金融跟经济呢来作为主体。大陆海关社现在呢数据也显示，今年3月对于俄罗斯出口额比去年同期降了16%，可能会趁着这一次的会面向习近平提出俄中有必要增加贸易额。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韩明哥，你怎么看？这习近平即将访欧洲了，马克宏还在给人家下马威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叫做那个先故意讲的一副他好像对习近平是有抵抗力的，然后我不会就是让习近平予取予求，就是其实我认为这是他对法国人在做一个表态。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吗？我倒不这样认为，因为如果你对中国大陆的防心如此之强，对，或是你认为根本就是应该要保护欧洲或是保护法国的这些产品，根本不让中国产品进来的话，那你其实根本也不用这么急着跟习近平安排访问了，你干嘛见他，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做一些表态，因为法国内部也有很多，包括这些学者啊，他们也担心说，这个马克宏会不会向习近平一面倒？那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会不会对整个欧洲或者对法国自己经济不利？那马克宏当然，我个人认为，他见到习近平还是极力要争取，就是法国的产品能够销到中国大陆来啊，然后也去想办法说服习近平，是不是能够降低一点，就是中国产品在法国的一些造成的一些其他挤压威胁这些东西，这个他们都会去谈。但是大体上来说，马克宏很明显的，他是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他并不会甘心像过去一样，就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我觉得他不太甘心这样做，但是他又怕自己一个实力不够，所以你看他很特别的，他把肖兹也找来，对，就是我们德法两个一起共同来面对大陆，统一阵线，对，这样子看他是不是手上筹码会比较多。可是实际上这种做法，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好。为什么？因为肖兹才刚去过大陆，对不对？对，然后你现在期待肖兹能够面对习近平的时候帮你讲什么吗？我看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法国虽然很多人说啊，你不要想走第三条路啊，好像要跳开这种那个中美对抗这种格局啊，可是我认为法国就是想走第三条路，他就是想，其实法国的野心一直很大，特别马克宏自己野心很大，他想要成为欧洲的领导。对。他想要压过德国，成为欧洲实质上的霸主，然后带领欧盟走向另外一个方向，而不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方向。所以这整个格局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就要看法国有没有这个实力，能不能达成。因为法国常常想做这件事，但是不见得别人会买单。那至于说这次习近平去，还有包括匈牙利、包括塞尔维亚，对，他都会去，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大陆来讲，等于是敲开欧洲的敲门砖，也是他一带一路啊这些相关发展的重要伙伴，所以这习近平一定会积极去笼络。我相信他这一次去，大概也会带一大堆大礼过去。对，这两个国家应该也会拿到不少好东西哦。那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他现在的战略很简单，就是只要你不与我为敌，对你就算跟美国是朋友，我也无所谓，我也跟你交朋友，对我一样跟你交朋友。那甚至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他只把美国认为一个必然的竞争对手，其他的东西都好商量，对他来讲是这样的。那所以他现在在国际上，实际上你看那个法国学者，他虽然叫马克宏不要走第三条路，他文章里头自己也讲啊，最近包括乌俄战争，包括那个加沙走廊的问题，已经让中国大陆在第三世界普遍获得好感。因为大家都觉得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反而相对比较低调的中国大陆，反而赢得很多国家好感，特别是在加沙走廊的问题上面。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那中俄之间的合作也是必然的。你说美国想要去裂解中俄之间的合作，我看短期之内恐怕是绝对不可能办得到。我们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你怎么看马克宏现在是不是想要争取扮演一个平衡的角色，在中美之间当优先的对话人？对，我觉得因为法国一直在过去在历史上有这个外交战略自主的传统嘛，所以而且看起来马克宏从这几年一直很有企图心的。对啊，他希望能够凸显法国在整个欧陆里面的一个影响性跟领导地位。因为过去因为有德国，德国在梅克尔执政时期。其实在对外政策上是非常的鲜明，有领导作用的。但现在的肖兹政府，因为内部是所谓的这个大的这红绿灯内阁，很多政策包括对乌克兰、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它会受到内部的自由民主党甚至是绿党的一个牵制了，所以未必是有很整齐的一个步调出来啊。所以我觉得马克宏打的是这个主意。我们仔细看，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其实法国那时候打的是他希望做第三方的调停者。但到了今年，状况突然一变，他说因为俄乌战争，这俄罗斯这个野心很大啊，假设乌克兰败的话，欧洲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他开始说
必要的时候不排除要派兵出战，但一般很少人会把这样的提议当真哈。包括德国的重要的盟友伙伴，美国、北约的领导者，包括像是肖兹的国防部长都说，但不太可能。对。可是马克宏还是硬要这样提，这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争一个话语权，代表说我有我的主见跟意见，未必跟主流意见相同，但我提出来。那这一次其实习近平访问法国，我觉得当然马克宏在之前所讲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有点是先打预防针，先下手为强，因为的确会谈什么。根据媒体讲，俄乌战争会谈，他会去讲中国大陆扮演的调停者角色，认为北京应该做得更多，你应该拉住俄罗斯。好，假设你曾经提出12点和平方案，那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继续去有效的推动，这一个。但我觉得他要做的地方其实是经济议题，这里面马克宏最近用的一个字眼跟美国很像，叫做产能过剩。我们看到美国的财长耶伦。刚去中国大陆的布林肯都讲一样的话，所以这里面其实法国也在打什么主意，在打所谓的新三样，包括中国大陆销往欧洲的电动车，还有包括像光电的一些产品，对，包括像风力发电机。它里面讲的地方是说，我们欧洲基本上会有些规范在补助我们自己的产品，但是我们在这个中国市场，我们的电动车的税率是15%，还算不低哦。但是中国大陆是充分经过补贴的。但是中国大陆电动车在欧洲的税率只有10%，所以它在铺路。它基本上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在 WTO 做的调查是合理的。未来不排除我们要把中国大陆输往欧洲的电动车的税率从目前的10%可能到15%到30%，它是先打一个预防针。我觉得这点基本上是蛮关键。所以重点是什么？我觉得重点是法国在定位中国跟欧洲的关系。这一点它在光谱上未必会跟德国相同。虽然名义上欧盟现在是3分法了，就是中国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既是伙伴，有时候是谈判对手，有时候是体制竞争对手。但是法国应该会走自己的路，毕竟目前法国是中国大陆在欧盟的第3大贸易伙伴，去年的贸易量双边还有800多亿美金，第2名是荷兰，第1名是德国，双方的关系还是很紧密的。了解。那我们来问一下厉将军，那你又是怎么看呢？这个马克宏接受《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关键一句话，叫做欧洲必须要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那表示说现在没有人在捍卫欧洲的战略利益了，谁没有在捍卫呢？我觉得是冯德莱恩啦。因为冯德莱恩他们现在把它定位成意义，就是说你是美国派驻在欧洲的这种大使或者是代表。因为冯德莱恩很明显的是偏向美国嘛。那很多中欧之间的贸易行为或干嘛，冯德莱恩是属于鹰派的作为。我们要知道，整个欧洲来讲的话，它有3个依靠。它的战略利益来讲，我觉得有3个依靠。军事上面，它必须要依赖美国提供它军事上的安全；但在能源方面，它能源安全必须要依赖俄罗斯提供给它的天然气。第3个，在经贸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现在必须要依靠中国的广大市场。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马克宏他当然现在夹在中间很为难，对不对？这边有冯德莱恩来监督他，后续来，所以他现在很想把冯德莱恩换掉。这个欧盟这次的主席来讲改选的话，他就想要把冯德莱恩换掉。第二个我要特别说，为什么特别讲戴高乐之孙讲这些话？戴高乐他一直在欧洲，他认为是说我是欧洲的主要领导者，因为2次世界大战之后5常的国家，德国不是，而德国是战败国。欧洲的5常国家就是英国跟法国，那英国现在已经都退出欧盟了嘛，所以法国他认为说他现在必须要站在一个主导的地位，不管是军事上面或经济上面战略来讲，他都必须要站在一个他有那个能力站在一个自己主导的一个地位，他希望能够摆脱美国对他的摆脱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也希望能够摆脱对中国经济上面的这种需求。但是问题是说，你现在能不能够摆脱掉？其实我觉得是很难。那这次习近平出访来讲的话，原来大家预判的行程，他是先到塞尔维亚，再到匈牙利，最后再到法国。对。但是这次习近平很明显先到法国，其实很明显就是我先给你法国一个面子。那大家要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他们要谈的是俄乌战争。你看好这几件事情凑在一起，你就知道这有多关键。第一个就是这个习近平跟这个马克宏会谈，之后没多久，普京要去见习近平，对，然后还有你不要忘了埃尔多安，普京也要去土耳其拜访埃尔多安。大家知不知道？第一次回想一下，第一次俄乌战争刚开始爆发的时候，他们和谈地点就是在土耳其，就是在埃尔多安促进之下，虽然说最后被美国的缴获
最后破局了。但是土耳其在这方面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那从他们这几个国家领袖的之间很密集的这种会谈，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很密集的，就是为了要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第二个，我讲经贸问题，就像刚刚李教授所讲的一样，现在来讲的话，这次习近平去还有一个国家叫匈牙利，对，那匈牙利是中国在欧洲的一个很重要“一带一路”的一个基点国家了。现在包括宁德时代，包括到比亚迪汽车等等，都在这边很大一个投资一个工厂在这边。那它将来在这边生产的这些宁德时代的这些电源、电池或者是汽车，到欧洲之后，它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关税制度来处理？我觉得欧洲自己本身这是也是相信也是马克宏跟习近平讨论的一个重点。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再带您一起来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那么当然了，今天是周末假日了，在中国大陆正在5·1长假，但这个长假他们可以说是相当不平静，怎么回事呢？我们带你来看看5·1长假是不是多灾多难。在中国的5·1呢，那么在广东的海浪卷走4名那个人呢，那造成溺死亡。那么在山西还有落石来砸死人，甚至还有摊方坑了20多台车。有一家五口在广东的海边拍照的时候，就莫名其妙被卷入海中，只有小儿子来获救。甚至在大陆，当然了，5·1长假很多人都想要出去走一走了，那么景点也挤爆了。在山西就出现了落石意外，砸死了游客。在山西的山区景点，大小石块无预警的从高空坠落，导致1死5伤，不少的民众呢头部被砸伤，用手压着伤口。另外一名游客呢，因为伤势过重，送医抢救之后，最后竟然还是不治身亡了。不过还有带你看到，还有一些奇景在大陆发生，包括了中国的小猪哦，塞车塞到缺氧晕死过去，这个女生赶快把它放到路边做 CPR， 希望可以救回这一只小猪。这就出现在湖北宜昌，有一名女子在塞车期间突然下车，打开后车厢，把一只粉红小猪猪抱下车，原地做起了 CPR， 引起了不少路过的驾驶来看。那么她现在做 CPR 还不够，很多网友就说赶快帮她人工呼吸吧，甚至有网友就说八戒你快醒醒，不要塞车塞到晕倒了。那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微博热评太空盛世，因为现在大陆在放5·1黄金周的假期，风景区挤爆，所以现在关键字是什么？人，你人，大家就想说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呢旁边都是人呐，旁边有4个人，那边有4个人，词条3日登上微博的热搜榜。你光看这张照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到底有多少，可以说是人呢是肩并肩，根本没有空间可以来多呼吸的地方的感觉。大陆各景区的人流量看起来都像是有1亿人这么多。那么有人就说了，会不会若干年后的5·1节，想象一下搭太空电梯前人山人海的状况，这样的景象可能是未来都在排电梯。那么有人说这个5·1真的是太酷了，从大洋到太空致敬劳动者。还有人说5·1前后的中国精彩，4月25号神舟18号发射成功，4月30号神舟17顺利返航，5月2号嫦娥6号还要来发射，5月3号呢，他们说17点27分发射嫦娥6号已经准确的进入到轨道，所以现在嫦娥6号要进行的是挖宝之旅吗？那么将工作48小时完成月球背面南极的样品采样，把采集到的地质年龄约40亿年的月球样品来带回给地球。为了国际合作，这次还将搭载了法国欧空局以及意大利，甚至是巴基斯坦的立方星等等载荷的卫星项目，那么做一个国际合作。只不过现在拜登是不是在鼓吹中国将打星球大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 NASA 说波音的太空船呢，即将于5月6号也要出发，进行第一次的太空人发射。那么也可以看到呢，星际大战随着北京的星球大战军队，那么呢，现在核武器也出现在中美正在争夺天空的新太空竞赛。有人说，习近平希望嫦娥6号成为第一个从月球背面收集到岩石跟土壤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的任务。但据说中国现在也在开发什么足够能够摧毁、停用、劫持美国军队在世界各地作战所需要的卫星武器。那么现在也有报道指出，存在的威胁
空军警卫猛烈抨击将其部队转移到太空部队的提议。阿拉斯加空军上校迈克尔直接说了，我们内部调查直接表明了，大约70%的人员会接受再培训或退休，而不是加入太空军队。佛州的州长呢也反对美国空军提出的将佛罗里达空军国民警卫队中队移交给美国太空军的提案。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呢，中国打破美国在太空军技术的方面的垄断地位，甚至讲到了美国太空总署几十年来没有登入月球，那么中国6年来刚发射了第3次登月，足以见得这两方的差异。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航斌哥，这5·1长假哦，哇，真的因为很多人都想出去玩，但衍生的问题也相当的多。然后说我最怕人多，看到这个头就昏了。那当然了，我必须讲，最近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气候不是那么稳定，对，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所以到一些山边、海边的时候，真的是要比较小心一点。包括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子啊。其实现在我们又常突然之间下个大雨，然后最近地震又多，因为到花莲到今天都还在震。对啊，所以到山边大家自己真的要注意。还有土石流啊，对，这些东西都要防范，那些就是看起来有点不安全的地方，还是尽量避免。那在大陆这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大陆就是人多嘛。那每一次不管是春运也好，或是这种5·1长假也好，11长假也好，都是到处人山人海，那个都是地表上最大的人潮流动在里面，那真的是很恐怖哦。所以我觉得，当然他们平常工作也很累啦，所以也是趁这个机会出去玩一玩，那就不可避免的要拥挤，但拥挤的时候真的要注意安全。可是要怎么样挤到塞车能够塞到猪都没有办法呼吸，我真的是很难想象，我想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塞可以塞成这个样子。他说猪是从后车厢抓出来，所以可能可能后车厢太闷吧，对啊，可能等太久了。我在想，因为他们有的时候那个车流一停哦，没看到那个新闻，他们可以在那边打网球啊、煮饭啊、干嘛？因为反正都根本不会动。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注意。那至于中美之间的竞争，当然永远不会停下来了。那中国大陆在太空发展就是非常稳定，它的技术也许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它就是一直很稳定，所以它的发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对，然后它对月球它也不照进，你想想看，它登陆月球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为止，它还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也不急着把太空人送上去，因为反正它送上去，它也不是第一个嘛，因为美国早就上去了，所以我不如就先求稳，我慢慢把技术磨练得更精准，而且跟多国展开合作。它不仅是跟法国啊这些巴基斯坦，它现在最重要的是它跟南美的这些国家也在合作。所以表面上来说就是大家互相就是配合嘛，你出资金啊，然后一起共同。那实际上它就是慢慢结合了，它在太空上也有一些伙伴。然后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南美洲这些国家也慢慢会跟中国大陆做结合。我觉得这个是他在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那当然，这个对美国来讲，他就会紧张啊。美国每一次就是中国威胁论就出来，现在是中国太空威胁论，就是你看中国大陆正在研发这些东西，都会把我的卫星打掉，会干嘛？会窃取我的机密或怎么样？其实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讲？你知道？因为过去他在做这件事。他自己就在做啊，你怀疑吗？美国早就在研发这些技术啊，包括把你的卫星打掉啊，或是直接窃取你卫星通信的机密啊。那现在他发觉中国大陆技术追上来，当然他想到他能做，中国大陆当然也能做，他自己也怕。对啊，所以他现在开始在防范这一块，这都很正常啊。那可是美国现在在发展太空任务最大的麻烦是什么？你知道？因为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像他当年登月阿波罗系列那时候投注那种，当年美国投注的资金是吓死人的高啊。现在的美国已经没有办法投注这么高的资金了。那你没有办法投注这么高的资金的时候，你的太空到底要怎么发展？我觉得美国真正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因为他现在每年的军费，光是军费、国防费用，他到明年大概就要破兆了。那请问一下，他去哪里生出这么多的经费来去发展太空呢？这是美国人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李教授，这个热搜词“人你人”，就代表人山人海的意思。教授你怎么看这5·1长假？对，就是非常多人啊，因为这是全国性的假期，所以应该是到哪里都人山人海。好，应该也是继春运之后，也算是地表上很大的人潮的一个移动。对，好，每年我们可以看到类似新闻。我想提一下刚才那个中国大陆的探月工程，其实这
我觉得还是经过长期的投入哈，因为它基本上有3步走哈，大概是从1990年开始是做研究理论的验证，对，到2004年是当时总理温家宝拍板定案，它有3步走啊，第一步叫做无人探月。第2步叫做载人登月，就把人送上去。第3步叫做长久的驻月，这当然是很长远、很长远、很有野心的计划。那到目前为止，就像刚才所说，还是属于无人探月的阶段。我们包括像这次上去的嫦娥6号，对，因为它有嫦娥1、2、3、4、5、6，还有7、8、9，它有未来好几次的计划。在第一阶段的无人探月里面，有4个关键字，大家可以听一下，叫做绕、落、回、看。绕是绕行月球，就是在比如说嫦娥1号、2号是绕着月球表面2000公里的地方做观测，为下一步做努力。落是什么？落就是尝试降落到地球表面，就当时有所谓的玉兔，就嫦娥玉兔号，大概100多公斤，大概1公尺这么大的大小，就是它有一些装备可以落在月球下做一些行动，但它的电力可能是有限，但它可能靠抗高温如何，好，这是第2步。那现在叫做回啊，就是它的一些自动采样的一些机器，土壤啦，或是岩石采样机能够自动返回。那下一步叫做看，就是一些综合性的活动。完成这几步之后，它下一步叫做载人登月。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步骤。那这是所谓的登月工程，但整体的中国大陆的太空计划其实也是3步走。第一步叫做载人太空船，没有问题。第2步叫做飞行器的对接，还有太空人的舱外活动，这方面中国大陆也慢慢在累积有成熟的一些技术跟进展。第3步叫做空间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天宫站。所以上月不是有个新闻，这是连续的新闻。上月月底的时候是神舟18号，对，第13次的载人任务啊，他上了这个天宫，跟第17号的。神舟17号的3位太空人啊，在里面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对轨啦，就是6个人在里面共同生活5天。那神舟17号已经是目前是返回这个地表，那目前神舟18号它要即将进行6个月的任务，在这个天宫太空站里面会进行大概有90几项的一个研究活动。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地方是因为这个投入是要持续的，对，从90几年。到现在20多年，但中国大陆是用一定程度的精力跟资源去做投入，因为太空计划非常烧钱，所以美国这几年才开始又把这个资源投注到 NASA， 投注在太空里面的一些包括军事的一些研究方面。厉将军，很多网友都好奇，有没有可能未来这些人就是排太空电梯？我觉得这个是太空电梯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到太空旅行，我觉得是非常可以，越来越有可能。对。那我们讲一下星际大战好了。现在能够在星际发动大战，就是美国、苏俄跟中国这3个国家。事实上，它也成型了。我们知道，美国最早在雷根时代的时候，它就发展星际大战嘛，总共花了4000多亿美金。但是它都是想说在太空之中发射那个雷射，把这个敌人对它的这种弹道导弹在太空的时候把它击毁掉。对。但是后来因为苏俄解体以后，苏联解体以后，他没有对手，他就不要再浪费这个钱。所以这个研究就中断了。那俄罗斯的太空大战是什么？它是最粗暴的方式，我就在太空里面打一颗核子弹上去，把所有卫星都给你摧毁掉，然后这样的话大家都没有卫星了，你就不可能实施太空作战。那中国的太空作战方式是什么呢？它有展示过出来哦。它展示的是什么？它是抓卫星，它是太空船过去把人家卫星抓到它太空舱里面，捕捉卫星，它也成功了。而这次来讲的话，太空站这个展演的技术，事实上就代表它可以说是不同的轨道，它可以飞到它预定的轨道去把人家卫星抓进来。我觉得这3个国家未来都有而且他们都有太空军，美国有太空军，对，这个俄罗斯有太空军，中国有航天部队，所以他们都有太空作战的规划。那我们讲下月球背面有什么？这次到月球背面去是很特殊的状况，对，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眼睛一直看着月亮，永远是看到这一面，看不到月球的背面，对，因为月球的自转跟公转跟地球是保持一致的，所以你永远只能看到正面。那以前很多科学家在讲说，月球背面到底有什么？到底是嫦娥住在那个地方，还是有外星人？大家很多猜测。对，那这次来讲，中国能够登陆到月球背面，那是因为有一颗鹊桥2号中继卫星的关系，它要在月球的表面6万公里，它那个高度在月球表面6万公里的高度，可以同时看到月球背面跟地球做连线，所以它才可以降落这个。但是大家不要看这个玉兔2号降落，
它这降落非常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前2个国家都失败了，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印度。印度也想试图降落，但是印度降落之后，它因为降落的地下那个背面坑洞很多，对，所以它一只脚就卡在洞里面，它就动不了了。美国也是这样。那这次来讲，中国这个技术很有意思。它在离地面大概离月球表面大概只有100公尺左右的时候，它就停住了，利用反射的火箭停住在空中3秒钟，那时候很快的扫描地面上面状况，然后就跟我们玩俄罗斯方块一样，左右偏离，找一块最平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才降落。加拿大的情况是不是越演越烈了，甚至变成危机重重了？现在包括了锡克教领袖的命案了，现在加拿大逮捕了3名印度男子来控谋杀。那目前呢还在调查是不是跟印度政府有直接的关系？那杜鲁道是说有证据来显示印度政府的特工策划了这场暗杀行动，但是印度强烈否认这样的指控，而且并且指控说，杜鲁道的说法太荒谬了。华尔街邮报是说，印度的情报部门一名官员涉及一项针对美国公民的暗杀未遂计划。那这名美国人呢是莫迪在美国最强烈的批判者之一。那杜鲁道呢出席活动时呢，卡利谈口号。那印度召唤加拿大的特使，当时这段画面引发了大家讨论。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Happy Vaisakhi, joyeux Vaisakhi. Merci. 看起来情势感觉越来越紧张的感觉，甚至印度呢还召见所谓的加拿大的外交人员强调杜鲁道的这样的举动跟鼓励此举鼓励是暴力氛围，影响了这所谓的印加的两国关系。那加拿大呢也指控所谓的外国势力干预所谓的2届大选，指称中国的威胁最大。怎么说？加拿大政府报告指出，2019年跟2021年的联邦大选都曾经出现外国的势力干预，2场选举呢都让杜鲁道的自由派政府重新掌权。那报告当中提到了像是中国、印度，那就委员会称将中国视为加拿大选举空间所面临到的最大威胁，远大于其他国家。所以现在包括了这个印度跟中国都被加拿大有点盯上的感觉。那现在包括了全球这个挺巴的风潮都在蔓延校园当中这个是在加拿大的这个魁北省的省长，他说应该要拆掉所谓的营地，因为现在很多学生都在学校里面直接扎营来帮忙声援所谓的挺巴慢潮。那现在包括了魁北克的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还有多伦多大学、卑诗大学，还有渥太华大学都有像这样子的扎营示威。现在省长应该说这些抗议的营地应该通通都被拆除。另一个部分要看到的是法国，现在这个挺巴的浪潮也延伸到了法国。那巴黎的政治学院呢关闭主校区，所以现在看起来校方要赶紧关闭了主校区，以防这个抗议持续的在扩大当中。另一个包括像是墨西哥跟澳洲的大学现在也跟进，要并行，要挡住这个热潮。抗议的学生到了墨西哥的国立自治大学位在墨西哥市的总校区的前面的帐篷，他们树立起旗帜，高呼自由的巴勒斯坦万岁的口号。那现在呢，包括了数百的反战人士集会，要求澳洲的雪梨大学呢，以及跟以色列的公司有关，都要来做撤资的一个动作。那这个风潮呢，现在也延伸到了美国。美国的警察呢，5月进入 UCLA 大清场，那拜登恐怕会步上所谓的詹森后路，因为这个挺巴的学潮呢，已经蔓延到了45所大学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超过了2000人遭到逮捕。这是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呢 ，UCLA 也有警方进入校园强制清场。那拜登被逼得赶快出面谴责暴力，专家就表示56年前的哥大发动反越战抗议最后呢，包括了总统詹森退选，而这次的学潮是否会影响拜登的选情，要值得观察。那这次的这个抗议浪潮呢，现在也被美国媒体也有说，是不是趁机给美国添乱？因为里面发现了不少的中国留学生积极参与这是美国的推主，他就说，现在美国大学的校园抗议这些活动可能会对美国总统大选产生影响。中国的留学生参与了抗议活动，不就坐实了某个
团体试图操纵民意、干涉他国选举吗？那现在消息人士也指出，美国的中情局长呢抵达开罗来商讨所谓的加萨停火协议，但会不会在拜登又担心影响选情，所以这时候赶紧出手呢？话过来先请教亮哥，现在亮哥请教一下，现在加拿大跟印度这样的情况该怎么解？我觉得这个是选举动作啦，因为加拿大即将大选，是杜鲁道的民调是落后的，那他要去搞人权议题嘛，这个要有证据啦，因为你要指控这个有点像是印度跟加拿大版本的江南案就是你的政敌在美国，江南案就是蒋经那个国民党有个政敌在美国被打死嘛，是他写了蒋经国的传，对不对？那后来坦白讲，第一时间也查不出幕后指使者是谁啊，那是滚动了很久，那后来才知道答案嘛。是，那这个莫迪一定否认的啦，所以你加拿大就要有很强烈的事证啦。可是美国也不希望他闹太大，因为这个美国正想要跟印度结盟啊，所以你加拿大如果闹太大，会蛮尴尬的啦。而且我觉得杜鲁道摆明的就是要把人权议题打大了，因为他同时也要打中国，所以这个是附带的啊。那可是这种议题就是美国本来就双标嘛。针对印度，往往都是网开一面啊。对，事实上我跟你讲了，我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寄给我早稻田学生在示威的照片，日本也有。对啊，也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所以你说这个一定是中国学生吗？未必啦，未必啦。而且中国大陆的学生在大陆学运的经验已经很久没有了，搞不好韩国更多。是，搞不好就是 ABC 而已吧？对吧？也有可能是 Chinese， 就是当地的 Chinese，华人啊哈。他就是跟着人家在示威，他就跟着去了嘛。搞不好不会讲中文呢。是。我也认识很多这样的人啊，就是那个就是整个学校的氛围啦不过烧到欧洲，确实欧洲的政府会比较提心吊胆因为欧洲的穆斯林有2000万，美国这么大，穆斯林只有340万而且美国毕竟常年下来都有国土安全部啦、FBI 啦、CIA 啦，相对管制的比较严啦。是，那欧洲就很难讲所以现在就在等那个以色列真的去打拉法，那一定会激化啦，因为一定会有很多照片出来嘛。那这些学生一定会很挫折啊，他呼吁了半天，你以色列还是硬干。对，那学生接下来一定会升级的啦。这个60年代反越战就是这样，60到70年代，就是你升级了之后，就是尼克森不听，这个詹森总统不听劝，然后去那个北越，我忘记是哪个地方了，去投掷大量的炸弹嘛。是，那整个反越战的那个群众示威就爆开了，遍地开花了。然后后来又有学生在肯特大学被打死，就炸开了那这个学运的过程会不会有学生不幸枉死啦？这谁也说不定。是，因为现场有橡胶子弹。橡胶子弹是会打死人的你说一激烈起来就很难讲。不，因为那个肯特大学，我是说1971年那个事有4个学生在校园内被打死那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就被流弹打到是然后那个现场为了驱散学生，就丢催泪瓦斯我认为未来一定会有这种东西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闪光弹都被丢出来了然后还有支持以色列的学生也出来了也不一定是学生，是包括群众那这个就很麻烦，因为美国今年在选举事实上左翼跟右翼也很激烈他们不是学生像今天《华尔街日报》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对，说左翼的学生背后已经被训练好几个月了，因为专业训练的，他支持以色列嘛，是职业学生，他也要给你爆料，说他们背后是有大人的啦，就这个意思啦。是，那右翼还不是一样，所以 UCLA
事实上是两边的群众在那边互相打，就拿那个大铁棍那边互打啊。那后来那个 LAPD 才闯进来嘛，是，然后把那个大部分都是逮捕那个支持巴勒斯坦那一边呐，那他们当然会有很多怨气嘛。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们被抓？哦，就是这样，而且累计的被抓的人数大概已经超过2000了。所以我认为以色列真的开打拉法之后，很难预测结果了。是，一定是激化。好，请教孙将军。你要晓得，拜登的选票主要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呢。对啊，所以这个学生运动不管闹到什么程度，投票的意愿就改了嘛。对他很伤，所以对拜登很伤的。对，所以这个游行不管它规模大小或者怎么样，这注定了拜登将损失了他很重要的票源。年轻票。对，虽然川普也是支持以色列，可是他不是执政的，他没有责任啊。对，而且他还想停止俄乌战争，停止以色列这个，那至少人家投票就会选川普啊。是，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对，现在拜登真是里外不是人了，猪八戒照镜子，尴尬了，尴尬。第二个，我讲加拿大，他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在加拿大很多大城市里的华人太多了，华人多了，侨社的运作有时候跟中国大使馆会有些联系，免不了嘛。譬如说国庆，侨社也会邀请，人家大使也邀请的，所以他拿这个拿来抗中啊，用这个理由是很扯淡的。因为到了加拿大的中国人、华人他已经入境你加拿大，是他当然有权利跟谁活动嘛。第二个，美国也是一样啊，那个抗议的学生里面有中国人，那又怎样啊？那个中国学生不是在大学跟同学一起吗？像哪里没中国人？一起来反吗？对啊，是啊，对不对？这个也能造成妨碍他大选吗？这不叫鬼扯吗？找理由了。哎，对，你温哥华里面再多的华人也比不上印度的锡克教的人数吧？那影响你选举的是锡克教的人数多吧？是，所以你为什么讨好他们而得罪莫迪呢？对不对？所以拿华人这一小撮，跟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嘛。第三个，我讲德法为什么马克龙很狡猾？他把谁弄去一起谈判？冯德莱恩。冯德莱恩在谈判里面扮演什么黑脸，对不对？那跟德国、法国有很多汽车工业啊。对，他跟德国两个，我们将来面临的困难都是一样，面对比亚迪怎么办？是，所以我们要采取一致的行动。所以啊，你不要看国际局势这么纷纷乱乱，各有目的的啦。哦，那一定是把冯德莱恩抓到，那肖兹抓到，增加他跟习近平谈判的筹码。是，你要怎么样让步？要不然我法国取消奖励制度，每部车要加多少钱？那么这就是谈判的筹码嘛，对不对？唱黑脸的，唱白脸的，唱兄弟的，那不是这个组合很明白嘛？是你明明知道冯德莱恩跟中国是搞不来的嘛，是美国的狗腿子嘛，那你为什么要他？要他就唱黑脸了嘛。是，好，请教严教授。我觉得第一个刚才我们提到说，如果这个抗争会冲击到这个拜登的选情，他会不会退选啊？现在已经太晚了，我觉得啊，詹森是3月宣布的，在1968年，所以他的副总统后来也投入，但是他们还是因为韩福瑞最后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罗伯·甘乃迪被刺杀，不然的话应该是罗伯·甘乃迪啊。那罗伯·甘乃迪也蛮有意思，就是他哥哥是带美国进入越战的哦，算是那，然后可是他呢，就反而是反战的哦。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当时确实对选举、对这个总统的选情非常的伤。那詹森是1964年是大胜，可是到了1968年，他可以竞选连任，竟然决定不竞选。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伤啊！太伤了。那我觉得说，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抗争啊，不仅是在美国校园，我们已经看到上百所的校园这样子在弄，然后也包括法国，对不对？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高等政治学院，那个是法国培养高级公务员的最重要的学校。是。那这些人也跑出来抗议，
哦，那如果今天他们这些人在美国抗议的话，类似这样子，在美国抗议，搞不好以后连进这个政府工作都会有困难了。那然后我们也看到，墨西哥也有学生抗议，日本也有学生抗议，为什么？因为1968年就是这几个国家学生运动非常强烈的，所以他们都好像要再重新呈现他们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抗争的活动。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他们去拆这些帐篷，阻止在 UCLA。那问题是你加州多少好的住宅区被这个流浪汉在你门口搭帐篷，你警方怎么不去拆这些帐篷保护一下这个人民？结果你现在去保护这些学校，而且这些学校其实很多都是要求说，我不要我的学校拿那些公司的钱，是那些公司是跟以色列有做生意有关系的。是，那我就说我上次大概也提过，我当年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碰到南非同样情形啊，学生抗议种族隔离，然后不希望拿那些公司跟南非做生意的钱对学校的捐款。我们也是在学校里头搭，对不起，那个时候台湾我也介入美国选举，因为我也去参加抗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且反而是回头来看今天刚好又是5·4运动，我们的台湾学生还真没有反应对，我讲了想起来今天是对，所以我昨天特别问我的学生，我说请问你们为什么对这个都没反应？他说我们大概有不同的议题吧，大概都国内的。那他说在政大，他说法律系大概现在最关心是死刑，他们在辩论死刑，但是对国际议题他们真的没有兴趣，那可能也没有这种5·4的这种概念传统，觉得5月要到了。但我最后一定要讲一句，我觉得我们的学生10年前挑3月进行什么太阳花学运抗争，不见了，脑筋不太清楚，因为3月完了以后你还要回来考试。你看法国学生每次都在5月1968年他也在5月开始，期末考不用考了啦。我觉得韩国学生他们都会挑期末考的时间然后来抗争。就结束了，不用考试了。我觉得我们台湾学生这一点没有想清楚，应该是在期末考来抗争。现在我可以建议他们到6月时候都可以来抗争。是，你在煽动学生。好，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中美的这个航天战现在越演越烈，因为中国成功发射了嫦娥6号，进行全球首次的月球南极采样的一个动作。那这次呢，可能会到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里面去看。那这次的嫦娥6号将要进行全球首次的月球背面的采样任务，全程大约是53天左右。那这次大家也看到，包含非常多的国家都有这所谓的载具，都在这个所谓的嫦娥6号上面，像是这个欧空局啦，还有包括意大利啦，甚至巴基斯坦以及法国等仪器通通都是在上面的一个情形。另一个部分要看到的是现在嫦娥6号发射之后呢，接下来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航天战的一个布局来说，时间轴也非常明确。2026年呢就会到嫦娥7号，2028年的嫦娥8号，甚至2030年到2035年之间呢，会成立所谓的国际月球的科研站。这个就是中国后续探月的工程时间表，现在也非常明确，在央视的新闻上也可以看到。那现在呢，美国开始紧张了。美国媒体就报道说，中国打破了美国在太空军事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怎么说呢？美国的太空军空间的情报行动部的副主任他就说，美国长期以来呢，一直都拥有一项所谓的关键性的优势，就是可以远距离打击移动的目标。但这一个垄断的地位呢，现在已经被中国打破了。再来看到呢，比亚迪呢又有一个新的黑科技了。过去我们说比亚迪有4个黑科技，现在又多出一个什么样的黑科技呢？过去我们包括说它有智慧车身的控制系统，叫做云辇，甚至还有刀片电池，还有 CTB， 甚至还有E四方。现在的这个第5个黑科技就出炉了，就是所谓的允泽力。这个允泽力呢，等于是一个悬浮电机代替所谓传统的液压的减震器，看起来非常的厉害。那就有专家说这仿佛就是你未来驾驶情况，就像是坐在这个所谓的磁浮列车上是一模一样的感觉。那比亚迪呢，4月销售量激增了48%，海外的销量也再创新高，新势力的销量呢也出炉了。怎么说？
比亚迪4月10号新能源的车辆销售为31.32万辆，年增率呢达到48%左右，而且海外的销售量再创新高，有望冲破40011辆左右。再来看到比亚迪呢，它不止这个100万内的电动车有，它也有破100万的，所以看起来它的集距是非常的宽的。甚至现在在马来西亚，它推出了像这样子的这台车，售价呢只要14万9800令吉起。那大家说，这个换算台币多少钱？大概是90几万台币哦。再来看到说，它还有所谓的高价的，也是所谓的747万左右的跑车类型。那现在呢，大家很关注所谓的电动车的情况，包括美国也很关注哦。那现在呢，如果你是购买所谓的大陆制的零件的电动汽车，那美国新规说，你没有办法享受我们的联邦税抵用的这个减免。怎么说？美国的财政部现在公布了新的公告，说美国公民如果买电动车，最高可以申请7500块美元的联邦税抵收减免。但是申请条件上设置像一个严格规定，就是说，如果你购买的是中国企业制造或者组装的电池组件，将会限制你或是取消你这个税收的一些资格所在哦。但是呢，中国现在呢也有所谓的新能源商机。什么新能源商机呢？就在中国的西部，现在变成一个阿拉伯的一个情况了。怎么说？这是新能源地方，因为过去20多年前这个当地的司机有个顺口溜，叫做“进了塔拉滩，汽车3点头；出了塔拉滩，汽车把头摇”。那现在的塔拉滩现在非常漂亮了，甚至呢，它旁边都是太阳能板的光电情况。如今呢，已经超过了700万块的太阳能板，而中间的这一群是什么？中间这一群是一个绵羊，它并不是所谓的这个障碍物，所以变成绵羊跟太阳能板能够共生的情况，看起来就像蓝色的森林一样，非常美丽。现在仿佛变成了改良版的羊群绿色通道。话过来，先请教亮哥，亮哥你怎么看这次的嫦娥6号的一个情况？那美国看起来也是蛮紧张的。美国事实上登月计划早就停了啦。你可以看到，所以才会有一大堆人在猜嘛，是说奇怪怎么会60年代这个领先整个时代啊，登月计划成功，然后之后突然就戛然喊停啊。那美国后来整个太空计划都转向火星了，是，或者是哈勃望远镜啊。那后来当然还有那个 GPS 啦，等等啦。月球好像比重比较少了吼。几乎没有啊。对，事实上现在 NASA 想要恢复登月计划，他就发现不管是人才或资金都非常的困难啊。是，因为这个不是1-2年就可以弄出来的嘛，一定是日积月累，所以你要培养人才啊，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啊。所以我认为美国基本上已经非常困难了啦。那嫦娥6号还不止这样，因为他这次是真的绕到背面去，月球背面去。那他上次上4号就已经到背面了。那一次回来，美国 NASA 就已经很吃味了，因为他要跟中国大陆要个岩石，他也不给那这次去你刚刚有看到欧洲。还有很多国家，连巴基斯坦都有一些东西在它的那个火箭上嘛。是，就是美国不能参加啊，因为美国自己立法不能跟中国合作啊。是啊，那这次去啊，到底会从背面拿到什么？真的没有人知道。背面是大家很好奇的地方。因为有些人在猜啦，就是说是不是月球表面的地质啊，它的土壤含有大量的氦三，那氦三就是核融合的重要原料。是，那在地球非常稀少啊，这个当然不知道了，因为坦白讲，没有人真的研究过。是啊，可是他有机会在那边就是做一些采样啊，那他累积的一些经验，如果真的让他找到了一些稀有物质啊，那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这个行程嘛。那另外就是，其实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大概已经确立了啦，现在连欧洲人都开始觉得，现在它的出口有40%在欧洲。是啊，事实上美国在那边搞关税什么，实在是也大可不必费心呐，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现在并没有卖到美国啊。它现在是变成说，即使是美国的车，你用到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零组件，你都不能够享受消费者的折扣。是。这个嘛，这个反正让他们自己去炒吧啊。
反正我觉得啦，我觉得美国现在有很多政策啊，坦白讲都带有选举的性质了。那这个是符合美国汽车业界的利益，是真的很难讲啊。你如果说连零组件你都要用这种方式来搞啊，你说你要阻止比亚迪进来，这个比较可以理解。你连零组件都不让他进，零件怎么阻止？这个实在是说不过去了。我们再看看吧。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想请教帅将军怎么看中美的航天战情况？航天战呢，美国占的优势多少年了？从我们读高中就看到了，半个世纪有了啊，一小步一大步。是。那么，可是美国发展太空科技从来不允许中国人参加，它可以由别的国家参加。所以中国人这次报了一箭之仇。是啊，因为月球背面呢是美国科技没有办法做的。那中国怎么搞呢？它用2个更远的卫星，利用折射来遥控它登陆月球。那这次登陆的地点呢很有意思，选择月球上最大的一个凹坑，一个盆地，盆地凹下去很深。为什么选这里哈？因为当年俄国人曾经钻地，也钻了1万公尺，钻不下去了。地球温度太高，是地球大嘛。那月球它小，它冷却的比较快。人类啊，每一个国家的科学家都有兴趣什么？这个宇宙大爆炸，地球怎么样产生的？月球怎么产生的？产生的时候，它地面的凝结的这个石头是什么样子的？是，所以这个大谜团呢，是每个国家科学家都想要的。那中国现在提供了什么？我唯一可以把火箭升上去，可以踩到凹洞的土壤，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兴趣啊。那兴趣都要参加，你参加要有贡献了。所以法国又提供什么科技，别的国家也提供什么科技。那中国大陆就好像说，我提供一个大火锅，你们什么菜都可以拿进来煮一锅，大家吃，就这个味道。是想吃什么，想加什么就这样。想加你只要来，我都欢迎，唯独不让美国人参加。我想大家看过这《精武门》李小龙的电影嘛？当初上海的公园里面就是华人与狗不能参加，是这次太空船里面所有人参加，美国不能参加，就这么个味道了，就是一个报复。第二个，我讲比亚迪这个新的科技是要云辇。你知道人类啊，有轮子以后就是运输里面一个大突破。早年的轮子是木头的，木头在那个石头地上乒铃乓啷乒啷震的要死，也没有避震，对不对？好，后来的避震就出来是橡胶的轮胎，是橡胶又不好，就是我们现在汽车的轮胎利用空气的缓冲力，对不对？那后来再进步呢，就是液压系统。你现在看汽车里面都有一根很粗的管子，利用油压来缓冲。它现在高明，用磁铁的正反极，正反极有悬起来的，是变悬浮火车就是这个理论。你想想看，这个避震效果有多好？你再颠簸，它上面没感觉，没感觉，对。所以你看，这4大科技怎么会不在全世界领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最后请教严教授，怎么看现在美国的新规要这个大陆的零件，如果在电动车里面无法享受关税减免？我觉得我在跟美国智库啊或者学者打交道的时候，甚至前任的官员，他们常常高举最重要的价值叫做自由贸易啊，不能有补贴。那时候我们台湾也觉得说，我跟你关系不错，我们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可以不要受到这个你制裁或者不行，一定要自由贸易，美国东西一定要打开台湾市场。是，结果现在他所做的就是一个非自由贸易的，自己在补贴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真的是，如果中国大陆愿意的话，他应该可以到 WTO 去控诉啊。就是你当美国自己的科技落后了，然后呢，你没办法竞争的时候，你就忽然忘了你最高举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然后
现在你也进行补贴，美国其实一直都有进行补贴，可是他总是去控告别的国家啊，别的这个经济体在进行补贴。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美国竞争不过，就会出现这样问题。那我也觉得说，美国包括前面我们刚刚讲太空也是一样，他是喜欢发现一个新的高科技或者新的领域，进去玩完之后他又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就停了，这就是一种浪费。就是你把那个 NASA 累积了这么高级的人才，到最后是没有办法